嗨，你们好吗？我是依林。今天我们来聊聊送礼。眼看着这个月感恩节，下个月圣诞节、元旦马上就要来临，我估计你们也开始需要准备送的礼物了。有的礼物是给小孩子的，小朋友盼了一年，圣诞节怎么能没有礼物？有些是给心里记挂的人，正好是个表达的机会；有些是给商务伙伴，礼物是个很好的刷存在感的方式。还有一些人是不能不送，因为送礼仿佛成了一种效忠的证明。不管你是哪一种选择礼物，我相信都是一件很费心的事情。今天我就要分享一下关于送礼的3个原则。首先是要不要玩惊喜。先说结论是，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最好不要。送礼的人希望给惊喜，所以不太送太实用的东西。而收礼物的人更加看重礼物的实用性，所以送礼玩惊喜就会很容易把惊喜变成惊吓。因此，送礼选一些简单实用，尤其是常常能被使用的东西，会更加让人时常记得你。第2个原则是超出期待一点点。父母经常会埋怨你买的东西太贵了，根本没必要。一个心理学实验提供了一个窥探人心的机会。如果你可以在1周以内退回你不喜欢的礼物，换回等价的钱，而且绝对不会被朋友知道，你会换吗？实验结果是，那些真正能用的东西很少被退回，即使贵，只要实用，还是会很受欢迎的。为什么人们自己买来用舍不得，而作为礼物送或者收都心安理得呢？因为买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东西会带来愧疚感，而当它作为礼物送或者收回来，你就可以享受结果，又可以不内疚，其实心里也挺爽的。送礼物的时候，在一个不太昂贵的礼物类别选择一个比较贵的礼物，要比在一个比较昂贵的礼物类别里选一个比较便宜的礼物，收到的效果会更好。所以一份好礼物一定要是对方喜欢或者需要的，而且又是对方不太会在平时自己掏钱买的。综合前面2个原则，最好的方式是在对方需要实用东西的方向上选一个好牌子，提高一个档次，往往既有惊喜又有实用。送礼的第3个原则是，体验比礼物本身更加容易命中。一次精心安排的晚餐，去一个从来没有一起去过的地方，或者是一起看一场演出，美好的记忆更加珍贵，也保持更久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好的记忆很难被比下去，所以按照心理学家建议，送礼物最好的一个方法也许是送礼鸡尾酒法，也就是1+1+1，选择一个他需要的清单上的东西，并增加一个档次来送，这是1+1。如果他要的东西实在太贵，超过预算，就把你的预算换成购物卡或者是红包，加上一个有心意的小卡片，这也是1+1。最后呢，再找一个机会安排一个美好的体验，这就是第3个1。送礼最好的办法是送礼鸡尾酒法，1+1+1，选择对方一个需要的东西，并增加一个档次，再加上一个有心意的小卡片，再安排一次美好的体验，这样绝对不会出错了。以上呢是送礼的3个原则。接下来我还会分享一下对不同的人该怎么选择礼物的一点看法。首先是给你的伴侣送礼物，要注意避开他擅长的领域，专攻他不擅长的领域。比如你的女朋友很喜欢包，除非你也很懂包，或者比她更懂。如果你一定要坚持买对方擅长的领域，那就一定要平时留意他的喜好。比如他很喜欢一款包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买，这个时候你再刷卡就行了，否则你很容易钱也花了，人家也不满意。所以你要避开他擅长的领域。他懂包，你就给他买电子产品；他了解首饰，你就给他买手表。同样呢，给男朋友或者老公买礼物也可以这样买。你不懂电脑，那就选择 iPad、Kindle 或者是充电宝之类的东西。你不懂跑鞋，那就买条不错的运动短裤吧。接下来说说怎么给长辈买礼物。给长辈送礼最困难的是，他们永远都会说什么都不需要。你买了，他们又嫌你买贵了。
给长辈买礼物只需要考虑2点：一是单价比较贵，他们又不太舍得买的好东西，比如手表、手机、羊绒衫、电子牙刷、高级丝巾、iPad。但是你要记住了，这个东西必须单价贵，而且最好能经常用，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这个礼物高级实用，每天用的时候就会想到这是你送的。而且你不要告诉他们价钱，贵了他们觉得亏，便宜了他们又会觉得你不够重视。所以你应该要把人们想买却舍不得买的东西，或者想买却不好意思买的东西送给别人作为奖励。2是只送属于你个人的独特东西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你有一个爱摄影的父母，那你可以用他们的照片印一本画册。有小孩子的，把小孩的照片给淘宝店家制作一本精美的影集，老人家基本上能看1年。像这种心灵慰藉的礼物，他们收了会更开心。最后说说怎么给小朋友买礼物。给12岁以下的小朋友买礼物，一定要又大又美观又没用。比如买各种大型的玩具。12岁以下的小朋友都是视觉派，当你从一个1人高的箱子里把玩具拿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被你征服了。至于这些对孩子有没有用，那是他父母应该要考虑的。你只要让孩子看到礼物的时候开心就行了。至于12岁以上、18岁以下的孩子，还在青春期，这个时候他们喜欢的东西2-3天可能就变了。你买什么礼物，估计他们都不买账。所以别挑礼物了，直接包个红包，让他们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吧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对挑选礼物有了自己的思路了呢？我再重复一遍送礼的3原则吧。1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，最好不要玩惊喜。送礼选一些简单实用，尤其是常常能被使用的东西，会更加时常让人记得你。2，超出期待一点点，选择礼物要在对方需要的且实用的方向上选一个好牌子，提高一个档次。在一个不太昂贵的礼物类别中选择一个比较贵的礼物，要比在一个比较昂贵的礼物类别中选一个比较便宜的礼物，收到的效果会更好。第3，体验比礼物本身更加让人难忘，所以不妨选择鸡尾酒送礼法，也就是1+1+1，那就是选择对方一个需要的东西，并增加一个档次，再安排一次美好的体验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你能给我点一个赞，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